话说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位神秘网友拍摄了这段视频，据说是上个月的某一天。该网友看到天色渐亮，日出东方，便洗脸刷牙，准备睡觉。但他给杯子灌满水后，迷糊中将其碰翻，结果杯子沿着洗脸池的壁面下滑时，竟然一滴水也没有洒出来，这让网友睡意全无。经过多次实验，发现水杯在下滑中，水面会与杯口同步倾斜，于是敏锐地感觉到其中必有奥妙。进而想知道这个实验的原理对世界和平有什么用处。如果我们放慢速度观察水杯沿洗脸池边缘滑落的情形，会发现杯子受到自身的重力以及水池壁面的支持力。假设壁面是光滑的，那么水杯受到的合力方向就会从侧下方向侧上方偏移。将加速度分解为水平和垂直方向，发现杯子在湖面上，沿垂直方向先加速再减速，沿水平方向则不断加速。而杯子里的水受到壁面限制，与杯子同步加减速，保持相对静止，因而二者具有相同的加速度。但杯子里的水是流体，要研究液面的运动，我们将杯子提前置于倾斜状态，并贴着水池湖面，然后释放让其滑落。此时，我们把水受到的加速度也分解为垂直和水平方向，发现垂直方向的加速度只能让水失重或超重，并不会让液面发生位移。但是观察液面下一个薄层上的质点时，又发现这些质点在同一深度的水压是相同的，薄层的质点并没有受到水平方向的压差，所以不会在水平方向上加速，造成质点的运动滞后于杯子，使水面相对后移，出现堆积倾斜。在水面移动的过程中，质点距离水面的深度从前至后依次变深，导致各点的水压从前至后依次增大，让薄层上具有了压力梯度。于是压差推动薄层加速，直至和杯子的水平加速度一致时，液面才停止运动。因此下滑中的杯子里水面也会跟着倾斜，或者简单说，薄层的加速度是由于惯性引起的，因此液面是被假想的惯性力推动后移。通过刚才的实验，得知杯子里的水会通过液面移动形成高度差，来制造同一深度薄层上的压力梯度。所以我们用这一原理来讨论一道世界和平的应用题。这道题有一些必须的条件，首先需要一艘09852型特种核潜艇，它长度184米，排水量3万吨，安装2座 OK560V 反应堆，然后让它带着一个直径1.5米、长度25米的无人潜航器悄悄地下潜。这个潜航器用液态金属冷却的核反应堆提供动力，前段搭载一个2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装置。通过本题给定的条件看，在适当的地点和深度，潜航器就会被释放出来，靠精确的导航系统，以诡异的航线远距离绕过各种水下侦听区域，到达敌国海岸附近，而后下潜至接近海底，引爆核装置。那么本题第一问是，引爆后水面会如何变化？首先，爆心会强烈挤压周围的海水，形成以若干被水中升速运动的球面正激波。随着波面扩散，被扫过的海水将承受史无前例的巨大超压，形成波后高压区以及相邻的低压区。而通过刚才网友的实验可知，这两个区域里同一深度的薄层上要出现压力梯度，就必须让水面形成高度差，所以波后的海面会抬升，而相邻的水面会下沉，形成高度约 0.3 米的鼓包。本题第二问是，接下来海面的波动会如何演变？这个浪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海水是跟随激波起伏，造成水下质点振动形成的波具有很大的扩散速度，被称为海啸波。随着激波衰减消失，海啸波的传播速度会稳定在大约每小时1000公里，波长达到数百至上千公里。由于它传导的是压强而不是水流，因此在平坦的海底衰减很小，可将巨大的能量搬运到敌国海岸。当海啸波到达岸边，由于海底抬升，要想继续维持同一深度上薄层的压力梯度，就只能增大水面的高度差。因此，平静的海滩上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了几十米至上百米高的水墙，还没等人群逃离，这些水便从天而降，将港口和城市摧毁。就这样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间接和打击。而刚刚刷完牙的网友看到本题的答案后，也终于释然地进入了梦乡。